几个穿着风衣的面色冷峻的男人正在凑钱，他们浑身上下只有17000，这些钱是好兄弟的救命钱，但离医生要求的3万还差很多。不过医生很懂看人脸色，收起钱便准备救人。事情要从一个平淡的午后说起。一个男人敲响了房门，小静将门打开一条缝，满脸警惕地看着面前的男人。对方自称阿泰，询问阿和是不是住在这里。小静表示这里没有这个人。阿泰闻言并未多说什么，拎着手里的包站在了一旁的路灯下。身后的男人阿猫也一言不发地跟上。阿猫和阿泰是多年的搭档兼好友，单看这身打扮也能猜出两人的杀手身份。小静回到房间，透过窗户看了一眼阿泰和阿猫。这时宝宝突然哭闹起来，小静急忙抱起喂奶安抚。这时敲门声再度响起，门外的2个男人面色不善，询问阿和在不在家。小静心中警铃大作，急急地答了一句没有这个人，便关上了门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。微风轻拂的午后，独居的女人和啼哭的婴儿，4个看起来来者不善的男人，以及他们口中那个叫阿和的男人，处处透露着一股隐秘难言的气息。平静之下是令人怪异的不安。后来的男人一个叫阿火，一个叫波波。得到答复的2人向一旁的花坛走去。阿泰和阿猫正站在树荫下抽烟等待，双方含蓄地打了招呼。阿火的嘴角轻轻勾起，阿猫和波波互相抬手示意，两拨人显然不是第一次见面。阿火坐在了花坛边，阿泰主动挑起了话头。从双方的零散对话中，我们可以拼凑出一个简单的故事。阿和和4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，后来因为一些变故，几人分道扬镳。阿火和波波奉命来铲除阿和，阿泰和阿猫则为了保护阿和而来。4人沉默的对峙，小静担忧地看着窗外。她虽然不知道这4人为何事而来，但却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路的尽头，一辆蓝色货车缓缓驶来，驾驶室的人正是阿和。阿火几人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子，提着各自的包朝阿和走去。阿和也看到了几人，一瞬间的愣神后收拾好情绪下了车，气氛变得无比凝重。阿和拿着东西走在前面，4人一言不发地跟在他身后，同时还各自注意着对方的动向，随时做好拔枪射击的准备。极低的气压让路过的警察都为之一颤。阿火和阿泰跟着上了楼，阿猫和波波留在楼下盯着警察。波波报出大飞哥的名号，让警察不要多管闲事。警察马上表示自己只是路过。与此同时，楼上的3人相对而立，阿火掏出枪的瞬间，阿泰的枪口也马上对准了他。2人没再动作。阿和从柜子里拿出许久不用的手枪，一颗一颗上起了子弹。阿火和阿泰也默契地卸下了弹夹里多余的子弹。现在他们各自都有6颗子弹。厨房正煲着汤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下一秒，3人便同时开枪射击，这3枪都避开了对方的要害。小静在另一间屋子不安地念诵着经文。3人很快又连开几枪，房门被洞穿，镜子也碎了一地。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传来，阿火和阿泰这才意识到阿和已经有了孩子。3人不约而同地放下了枪。阿和表示可以坐下聊聊。阿火有些不自然地动了动肩膀，接着打量了一番空荡荡的屋子，不知道该坐哪儿。坐哪儿？紧接着画风突变，4人有说有笑地帮忙搬起了家。忙活一阵便到了饭点。阿猫和阿火洗手择菜，阿泰则穿着围裙当起了主厨。炒菜的热油声让人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。阿泰有模有样地掂着锅，不多时一桌丰盛的饭菜便端上了桌。几人一言不发地吃着菜，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。阿火灌了一口汤，突然皱起眉看了看被打出一个洞的汤锅，接着从嘴里吐出一枚子弹。众人见状纷纷大笑，桌上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。吃过饭，阿和提议一起拍张照。等他调试好相机返回座位时，不小心摔了个大屁墩。众人又是一顿哄笑，屋里早就没了先前剑拔弩张的气氛，几人仿佛回到了过去，肆无忌惮地开怀大笑。有些事情总要面对。阿火表示大飞哥下了死令，他必须完成任务。阿泰眼皮都不抬地说谁动阿和自己就干掉谁。当年暗杀大飞的事他也有份，如果不是阿和一个人背了黑锅，他恐怕也没命活着。所以这次他要力保阿和。接着阿泰又问阿和既然走了为什么还要回来。阿和表示他走了很多地方，想和小静有个家。阿和希望能在死之前赚一笔钱，保证妻儿未来的生活。接着他回到房间，拿出一个铃铛套在宝宝的脚腕上。小静给阿火几人抱出几条毯子，希望他们能给一条生路。阿火沉默。这时大飞哥打来电话，询问他事情办得如何，实在不行自己就换人来做。阿火表示一定尽快搞定，随后便挂断了电话。另一边，大飞哥摸着自己的伤口，叫来吉祥叔问他什么时候搞定蛋卷墙。大飞哥的眼神似乎能杀人，吉祥叔再三表示尽快搞定，这才得以全虚全意的离开。翌日，兄弟几个决定帮阿和干票大的，他们找到中间人谢夫。谢夫表示这几天外面很乱，大家都在赶着回归前清理旧账，生意多得很。谢夫介绍了几单生意，但价格最高的也不超过20万，地点还都十分偏僻，甚至去一趟还要自己报销飞机票。兄弟几个都不太满意。谢夫表示还有一单黄金生意，数额之大，足足有1吨，抢回来55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谢夫让他们好好考虑一下，说完便急匆匆地跑进隔壁房间。阿和觉得可以做，其余几人有些犹豫，抢黄金风险大，便现卖，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这时谢夫从隔壁房间回来，拿出蛋卷墙的照片，表示这个人值50万。几人接下了这单生意，殊不知真正的买主是大飞哥。
他在香港混得风生水起，如今更是将手伸到澳门，想从蛋卷强碗里夺食。于是大飞哥便要求吉祥叔想办法做掉蛋卷强。吉祥叔迫于无奈找到了谢夫，最后这单生意落到了阿火几人头上。今晚8点，亚中和餐厅，记住，听到有人说我去看看鱼翅，就动手。晚上，兄弟几人如约来到餐厅，伪装成就餐的客人潜伏在蛋卷强四周。吉祥叔主张和气生财，试图劝蛋卷强答应和大飞哥合作，蛋卷强却坚持自己人一起玩可以，如果外人想插手进来就散伙。吉祥叔见蛋卷强不肯松口，便说出了动手的暗号。阿和几人纷纷摸向腰间的枪。这时大飞哥出现在餐厅门口，众人全都不动声色。大飞哥扫了一圈餐厅里的人，看到阿和后指了指自己的伤口。大飞哥坐在了蛋卷强对面，他亲自来谈这笔生意，可以说是诚意满满。蛋卷强却油盐不进，甚至还出言侮辱大飞哥。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，大飞哥也懒得再多费口舌，他一把掀翻桌子，这块肉自己吃不到，大家都别想吃。蛋卷强带来的2个手下早就被大飞哥收买，他们拿出枪指着蛋卷强。紧接着大飞哥又一一点破了阿火几人的身份，还告诉蛋卷强阿和是吉祥叔找来做掉他的杀手。在场的人全都神经紧绷，警惕地观察着大飞哥下一步的动作。大飞哥走向阿火，摘下他的墨镜，并羞辱般将杯子里饮料泼在阿火脸上，质问他为什么还不动手。接着又甩了阿火几个耳光，最后仍觉得不解气，抬手便给了阿火一枪。好在阿火穿了防弹衣，并无大碍。大飞哥颇为不满，他再度举枪的瞬间，阿和也掀开桌子扣动了扳机，子弹射在大飞哥的腿上，一阵血雾霎时间升腾而起，这一枪差点伤到了大飞哥的子孙根。紧接着餐厅里枪声四起，吉祥叔也死在了蛋卷强枪下。阿火几人拼命反击自保，阿和则在交火中意外受伤，几人边打边退，扶着中枪的阿和撤离了餐厅。大飞哥和蛋卷强早早趁乱逃走，结果2人机缘巧合下选择了同一个藏身之处。大飞哥身边还跟着一个手下，他再次释放合作信号。如今吉祥叔被踢出局，双方只要合作就可以共赢，不合作就脑袋搬家。眼下的局势，大飞哥明显占优势，蛋卷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面对大飞哥抛来的橄榄枝，小心地回握住了他的手。与此同时，阿火几人正准备跑路，结果小货车却在关键时刻罢工，他们只能撬辆车逃离现场。当务之急是送阿和去医院，他的枪伤需要尽快医治，但正规医院显然是去不了的。几人便带着阿和找到附近的黑市医生，黑市医生要价5万，阿火一刀砍了2万，医生勉为其难的答应。最后几人拿出身上所有钱，也只凑了1.7万。阿泰将钱扔在床上，给了医生一个就这么多你看着办的表情。医生敢怒不敢言，收起钱开始准备手术。阿猫留在手术室陪着阿和，阿火3人坐在隔壁房间等着，众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十分凝重。阿泰表示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一起跑路，还要带上阿和的全家，跑得掉就什么都好说。医生正在帮阿和缝合伤口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接着便是砰砰的砸门声。兄弟几个全都屏息凝神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。一旁医生叫来的小姐打开了门，一群人抬着受伤的大飞哥闯进来，阿火几人也在门开的一瞬间躲了起来。大飞哥没看病人是谁，便一把将手术床推了出去，让医生先给自己治。医生看着大飞哥位置尴尬的伤口笑出了声，笑着笑着看周围人凶神恶煞的表情，又急忙收了声。这时病床上的阿和迷迷糊糊坐起了身，透过帘子和大飞哥四目相对。大飞哥饿狼般的盯着阿和，嘴角牵起一抹诡异的笑容。暗处的阿火几人个个捏着一把汗，在大飞哥的人动手前率先开了枪，接着双方便爆发了激烈的枪战。阿猫将阿和推到火力稀疏的走廊，阿和突然听到一阵铃铛声，恍惚中他以为是自己的宝宝，忍痛跟着声音来到窗前，却发现只是一串风铃。阿火几人一边找阿和一边往楼下撤退，殊不知阿和已经落到了大飞哥手里。他让小弟把阿和扔下楼，想要借此引出阿火几人，为此甚至朝着已经无法动弹的阿和连开几枪。阿泰满心不忍，奈何大飞哥正死死盯着他，只要一露头便是一梭子。波波看到阿和身下的雨布，小心翼翼地拽着将人往这边拖。阿火3人眼神交流后领会了各自的意思，马上一起进攻为波波打掩护。最后4人成功带着阿和逃走。车上，阿猫接连问了2遍要去哪儿，众人全都沉默不语。阿和的状况就算大罗金仙来了也无济于事，再去医院显然也是无力回天。就在这时，阿和却突然回光返照，坐起身说要回家。接着没等众人反应，便停止了呼吸。阿泰不忍地将他的头靠在自己肩上，一行人按照阿和的遗愿将他带回了家。阿火和阿泰小心翼翼地将尸体送上了楼。小静伤心欲绝地看着紧闭双眼的阿和，问阿泰人究竟是怎么死的。阿泰没有回答，失去理智的小静便认为是他们杀掉了阿和。他拿出柜子里的枪朝2人射击，阿火和阿泰没有反击也没有解释，2人逃下楼，坐着车子离开了阿和家。小静恨恨地朝着绝尘而去的车子不断开枪，直到打光所有子弹。小静逼迫自己接受丈夫死亡的事实，她宣泄般打砸着新家具，原本想带着孩子一起赴死，最后却还是于心不忍。沉思过后，小静在家里放了一把火，
用这间屋子葬了阿和，抱着孩子踏上了寻仇之路。另一边，阿火4人开着车来到一个路口，刚失去兄弟的他们心里乱糟糟的，不知该何去何从。阿火提议抛硬币决定，最后他们朝着老天决定的方向一路逃亡。天色暗了又亮，几人身处一片荒郊野岭，山路崎岖，震漏了油箱，兄弟几人只能弃车徒步前进。天空一片昏黄，面前又是岔路口，阿火再次靠着抛硬币选定了方向。他们的命运已经不由自己掌握，好在上天眷顾，走了不久，面前便出现一条河。4人兴奋地扔下包来到河边，洗去满身疲惫，抬头便看到了转机。原来在命运的安排下，他们几人竟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观音山，也就是押运那吨黄金的必经之路。波波问1吨黄金有多少斤，阿猫随口答了个100多斤。他的数学显然是体育老师教的，但4人对1吨黄金没有概念，也确实是真的。如今4人除了那枚决定命运的硬币之外，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，机会已经来到眼前。4人猫在运金车必经之路的山坡上，犹豫着要不要干票大的。不多时，车子果然驶来，押送的队伍荷枪实弹，让4人捏了把汗。波波拿出一把小手枪，问3人要不要动手。阿火又拿过那枚硬币，让老天帮忙做决定。最后的结果让3人既失望又松了口气，毕竟对方手里的武器轻轻松松就能将他们秒杀。运钞车从几人面前开过，阿火带着兄弟几个继续赶路。波波觉得有些遗憾，嘴里念念有词：1吨梦有多重呢？是不是？1吨爱又有多重呢？不对，笨蛋，爱怎么可以用重量来衡量的，对不对呀？1吨辛苦有多少呢？1吨辛苦，你说重不重呢？阿泰受不了絮絮叨叨的波波，踹了他一脚，打趣的问：1吨猪头有多重？4人打打闹闹的研究着1吨究竟有多重。突然间，一阵枪声从密林中传来，阿火4人顺着枪声发现了被打劫的运金车，押运员们倒了一地，只有一个狙击手还在一脸淡定的杀敌。他一枪一个劫匪，准头奇高。4人小队里的神枪手阿猫忍不住拍手叫好，还用镜子的反光帮狙击手指示劫匪的位置。狙击手的队友全军覆没，饶是他的枪法再精准，最后也还是打空了弹夹。劫匪们仗着人多围拢上来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阿火4人站出来帮忙搞定了劫匪。接着他们又打掉了狙击手的枪，示意他赶紧离开。几人只想谋财不想害命，狙击手弯腰捡枪，4人为防止意外便将枪打到了河里。狙击手又在树下捡起另一把枪，但他并没有打算和几人殊死搏斗，而是让他们拿着黄金离开。自己的人都死了，垂死挣扎没有意义。阿火走到狙击手面前，问他1吨黄金有多重，接着又提出一起分了黄金离开。反正事已至此，他也没法回去交差。双方一拍即合，狙击手也加入了听天由命小分队。一行人星夜兼程，终于来到河边。他们点起篝火，想象着如何花掉这些钱。1吨黄金价值1亿多元，每个人分到2000万，后半辈子可以说是衣食无忧了。阿火要拿着钱回学校读书，阿猫想开一家枪店，波波想娶个老婆生个孩子组建家庭。大家打打闹闹，有说有笑。狙击手则在一旁专注地吹着口琴，听到好笑的地方也跟着开心。或许他也是个有故事的人，只是故事不曾讲给旁人。潺潺的流水，美妙的琴声和温暖的篝火，一派祥和之际，阿火的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。更煞风景的是电话那头的大飞哥，他抓了小静和孩子，以此威胁阿火几人在12点前回到谢夫的酒店。江湖规矩祸不及妻儿，但大飞哥显然是个不守规矩的人。他表示如果12点前看不到几个人，就送小静母子去和阿和团聚。阿火咬牙切齿地挂断电话，恨不得将大飞哥碎尸万段。兄弟几人也都没了畅想未来的兴致，气氛再度变得愁云惨淡。一艘渔船靠岸，几人将黄金搬上船。阿火始终拧着眉头，不回对不起死去的阿和。后半辈子他们都要活在内疚和不安之中，回去又无疑是死路一条，好像怎么选都是错的。波波将硬币扔给阿火，像之前的许多次一样，让老天爷决定他们的命运。阿火看着手里的硬币，先前他们让老天爷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如今却不能让老天爷决定小静和孩子的命运。阿火将硬币扔进了水里，决定和兄弟们回去救小静母子。阿火让狙击手先走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江湖再见。狙击手扔给阿火一瓶酒，告诉他自己会等到天亮。兄弟几个一人灌开一口酒，头也不回地踏上了不归路。他们知道前方有猛兽，却还是毅然决然地涉险，将恐惧和退缩抛在身后，背影有几分英勇就义的沧桑味道。或许这就是男人的浪漫。4人踏进谢夫的酒店，里面空无一人，没有人不怕死，也没有人真的能够坦然地面对死亡。几人在吧台拿了几瓶酒，一边喝一边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，打气也好，壮胆也罢，总之起到了作用。听到调笑声的大飞哥从2楼的某间屋子走了出来，他看着大厅里打闹的几人，眼神一改往日的阴险狠毒，仿佛是在看着家中玩闹的晚辈。如果不知道他的目的，这一幕兴许会被人误会双方关系很好。阿火4人挤在照相屋里拍照，小静抱着孩子走了出来，在大飞哥的眼神示意下缓缓走下了楼梯。听到宝宝铃铛声的4人全都正色起来，迎着小静走了过去。小静一心想着为夫妇报仇，更有大飞哥的怂恿，他朝着阿火连开几枪，好在都被防弹衣挡了下来。大飞哥让小静照着头打，小静犹豫一会儿还是扔掉了枪。阿泰将一袋子黄金扔在地上，
表示愿意用1吨黄金买几人的命。大飞哥走下台阶，确信包里真的是黄金后，表示除了阿火之外的所有人都能走。阿火表示接受，示意阿泰先将小静送走。阿泰推着小静母子往门口走，他将车钥匙塞到孩子的襁褓里，告诉小静带着孩子到码头去，那里有个警察会带他离开。说完便将人推出了门外，接着关上门，转过身，满脸视死如归地看着大飞哥。大飞哥扔出一个易拉罐，兄弟几人默契十足地将罐子扔得更高，接着拔出枪朝周围的敌人射击。激烈的枪战一触即发，缓慢的镜头下时飞速流失的生命，子弹穿过身体炸开了迷幻的血雾，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出现的情况，但在电影镜头下却别样的浪漫，仿佛伤口凝成了雾结成了霜，有一种浪漫的美感。再加上浓重的硝烟，画面变得十分有艺术感。易拉罐从烟雾中掉下，酒店变得安静下来，对峙双方全都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。午夜的钟声响起，2楼的小姐悄悄从房中走出，像是见惯了枪林弹雨满地横尸的场面，她只是微微讶异，随后便下楼拖着黄金离开了酒店。阿火几兄弟相视一笑，他们的死可能算不上悲壮，但却有种说不出的豁达和洒脱。4人接连咽下最后一口气，黄泉路上也不会孤单。全片采用了大量的暖色调，昏黄的天空以及跳动的烛火，升腾的血雾和盛满琥珀色液体的酒杯，暖色中带着暗的基调，讲述了一个让人沉浸其中的黑色荒诞故事。几场枪战也刻画得十分有张力，人物之间对白不多，但却极具戏剧化效果。几次抛硬币的设定，也让整部影片有了浓厚的宿命感。最后几人也跟着命运一同消亡在时间之中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